沙河是一位漂亮的中年女性，不过她的脸上总是飘着几朵愁云。最近她搬到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海滨小镇，并且在海边的一个小餐馆应聘。老板在了解了她的基本情况之后，录用了她，主要负责厨房里的工作。沙河之所以有些忧郁，是因为她曾经结过婚，后来爱上了有妇之夫，最后她离了婚。离婚后的她日子过得特别糟，没有自己的住所，收入也不高，她的朋友也都离开了她。这样曾经的日子她过了3年。餐馆的客流量很大，所以沙河的工作很辛苦，但沙河没抱怨什么，尽职尽责地做着本职工作。老板山崎是个随性洒脱之人，他经常对餐馆的生意不管不顾，而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一天晚上，沙河回到家之后，看到一只虫子飞了进来，沙河想去驱赶，而虫子正好停留在了一张生物讲座广告纸上。沙河呆住了，因为广告上的这个男人就是他过去的出轨对象北野玉一郎。此刻的他对曾经那个男人的感觉是既怀念又不敢面对。沙河觉得这是上天对他的考验，于是在演讲会到来的前一天，他偷偷摸摸去看了会场。这时有工作人员给沙河发了广告纸，然而沙河怕被认出，便匆匆离开了。当天晚上回到家的沙河把广告纸扔出了窗外，然而当他下楼时，却看到那张纸团还在路上。他当下就决定要去看演讲，于是第二天沙河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后，就跑去看演讲了。当他赶到会场时已经迟到，此时北野正在教室里演讲。沙河偷偷地从后门溜进去，低着头，生怕被北野老师认出来。北野非常的帅气，他讲课也非常的幽默生动，这样的男人确实很容易招蜂引蝶。北野在课堂上讲到了萤火虫的一夫一妻制，这让沙河有些感触。尽管沙河用手帕遮着脸，但北野还是在讲台上认出了观众席上的沙河。北野的情绪也发生了小小的波动，没有回答出观众的问题，脸上挂着几滴汗珠。演讲结束后，沙河乘坐公交车鬼使神差地来到了三滨自然森林公园。他特别想看看北野课堂上所讲的萤火虫是什么样子。观测地点有一个白色的气象观测箱，沙河用力拉，门被拉了下来，不过他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。沙河扫兴而归。在回家的公交车上，他看到了车外的北野，北野正蹲在路边观测着萤火虫。沙河在公交车上大喊着北野的名字，北野看到他之后开始拼命地追公交车，沙河却在下一站下车。两个人一个走在天桥，一个走在平路。最后北野搭车赶上公交车的时候，沙河已经跑回了刚刚观测萤火虫的地方，只是两个人错过了彼此。晚上北野回到家后，在和妻子交流时有些魂不守舍，沙河在家里也久久难以入睡。曾经相爱过的两个人再次见面，内心必然会起波澜。因为睡不着觉，所以沙河来到了自己工作的餐馆。不过此刻他的身份是来消费的客人，老板山崎坐过来和他聊天，聊天气氛很平和。山崎说了自己的往事，还提到了自己老婆死掉的事，所以老板现在还是单身。为了寻找萤火虫，这天沙河再次来到了三滨自然森林公园。这次他发现被他拉坏的门装上了一把铜锁，在那里他看到了北野正在抓水里的小动物，穿着长雨鞋，戴着草帽。沙河蹲在小溪边，静静地看了北野很久，直到两人聊起了天。北野老师说3年来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忘不掉。两人开心地在河里抓着小动物。在公交车上，他们约定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，之后每周2次，这里就成了他们约会的地方。没有交换电话，没有邮件，默契的每周会来，一起找萤火虫，一起等车，一起少儿不宜，又一起坐着公交车离开。在公车上面，他们也不说话，呼着气给对方在玻璃上留言。北野回到家后，他觉得有些愧对自己的妻子，不过周4的时候，他仍然跑去自然公园和沙河见面。双方都怕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而再次日久生情，所以他们约定以后再也不见面了。本来说好的是最后一次，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。当他们一起并肩走下车时，北野的妻子乃里子恰巧看到了他们。愤怒的乃里子将两个人拉到酒店，然后让沙河解释这样做的原因。无论两个人如何解释，乃里子都认为是在狡辩。他以离婚威胁北野，紧接着还提出了更荒唐的要求，他让北野和沙河在他面前欢爱。他觉得如果他们那样做了，就证明他们只是在满足彼此的生理需求，这样他就可以原谅自己的丈夫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无理要求让我觉得三观受毁。随即3个人发生了拉扯，北野不小心将沙河推倒，几个人不欢而散。沙河怀着羞耻的心，带着沉痛的心情准备回家，北野追上了他。在穿越铁道的时候，沙河的鞋子被铁轨绊了一下，北野丢掉手上的东西去扶他，并且告诉他这次一定会做个了断。看着北野坐着列车远去的背影，沙河的内心充满着矛盾与迷茫。他特别想和北野在一起，
但是他又感觉自己的这种想法很不道德。几个月之后，沙河骑着自行车开心地来到森滨自然森林公园，此刻北野正在那里做研究。他们又见面了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他们感到很开心。到了夜间，他们一起观察萤火虫，一起看满天的星星。北野对沙河说他会尽快地结束自己的婚姻，然后光明正大地在一起。最后两个人给彼此加了一段传戏。沙河每天都会准备好晚餐等北野回家，白天又送老师去上班。沙河不顾及小镇上的别人是怎么看待他的，每天都非常的快乐。而在工作时，同事聊起了沙河的男朋友，说到这些，沙河还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他还提到自己很快和北野结婚了。这天，北野的导师在和他聊工作时，委婉地提醒他要注意个人作风问题，否则会影响他的工作。听完导师的这些话，北野的内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，一边是自己心爱的人，一边是自己的工作和前途。为此，北野深思了很久。这天，北野和沙河在海边游玩很长时间。当他们分别时，北野看到山崎靠近了沙河，不过他并没有过多的想什么。山崎带着沙河去钓鱼了。钓鱼时，沙河对山崎说了自己的感情经历。直到有一天，沙河说他今天不用上班，北野却说今天不能陪你，晚上有酒会，会晚回来。然而北野离开家之后，沙河却收到了北野单位给他发来的休假通知，说北野请假1周。而晚上北野回到家之后，也没有和沙河谈及休假的事，这让沙河感到不安，但是也没有揭穿北野。第二天照样送北野出门，却在北野后面偷偷跟踪他。他想知道北野到底是因为什么事而休假。不一会儿，沙河看到了让自己震惊的一幕，他看到北野和他的妻子高高兴兴的在一起。晚上，北野回到了沙河的住所，他对沙河撒谎了，他说自己是和学生去聚餐了。这样的谎话让沙河很伤心。沙河去买鱼食时，卖鱼的男人不停地占他的便宜，这让沙河有些不知所措。沙河的同事们也知道了他和北野双双出轨的事，于是在工作中他们开始排挤沙河。不过老板山崎对他依旧很友好，他让沙河去海边帮他拍照片。山崎不停地安慰沙河，并告诉他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时觉得幸福就好。晚上吃饭时，北野谈到了沙河山崎一起拍照的事，并说到自己看到了当时他们在海滩玩得很开心。很显然，北野误会了沙河，两个人都对彼此产生了误会，气氛一度十分尴尬。半夜，沙河偷偷地睡到了另一张床上。为了排解心中的烦恼，第二天，沙河跟着山崎去海边冲浪。山崎向沙河承认是自己把沙河出轨的事情传出去的。他还说到他的前妻也背叛过他，并且当时还令他很难堪。山崎大声地批评沙河说出轨是很不道德的行为。另一边，北野在回沙河的住所时，发现了沙河的帽子在山崎的车里，因此加重了他对沙河的误会。两个人回家之后大吵了一架。沙河第二天醒来时，发现北野睡在客厅的地板上，同时还发现了他的手指受了伤。沙河忽然觉得北野为自己付出很多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段感情。沙河决定去找乃里子谈谈，北野也想去找山崎聊聊。沙河在见到乃里子之后，发现乃里子只能坐在轮椅上活动。原来乃里子的脊柱摔伤了，需要人照顾。但是北野已经提了离婚，而对方也答应了。沙河不停地向乃里子道歉，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乃里子。同时他也明白了，北野和乃里子在一起只是为了暂时照顾一下脊柱受伤的他，也就是说北野仍然在深爱着自己。沙河和北野对彼此的误会解除，两个人在一起时又变得像原来那样开心快乐。沙河来到餐馆，同事们对他依旧很冷淡。他向同事们说了自己的爱情观，说希望能够追寻自己的幸福，同时还对同事们的照顾表示了感谢。沙河回到家之后，北野告诉他乃里子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沙河很开心，两个人决定去登记，决定去看萤火虫，还决定要举行盛大的婚礼。沙河说就在一起看萤火虫的地方吧。沙河的眼睛满满都是爱心。北野也去买了戒指，还偷偷把戒指藏在观测地的气象箱里面。与此同时，沙河在市场上买鱼时，他的同事娟江愤怒地把他拉到了老板山崎面前。山崎为自己原来对沙河说的那些话向他诚恳地道歉。沙河的同事们对沙河所持的爱情观念极度的反感，他坚定地认为婚外情是不道德的，坚定地认为婚外情是不可能有真爱的。而这一边，北野找前妻乃里子拿了离婚协议书之后，乃里子说要开车送北野回去。可在回去的路上，乃里子一次又一次问为什么是沙河而不是自己，脚上不停地加快油门。他告诉北野，自己之所以脊柱受伤，是自己跳楼自杀未遂。此刻乃里子的情绪已经变得异常疯狂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北野的仇恨。他没有办法原谅北野的背叛，北野怎么劝都无法让他冷静。而那一刻，沙河依旧在广场上开心地跳着舞，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憧憬。这一边，汽车撞到了护栏上，
在最后的一瞬间，北野说道：“因为喜欢沙河啊。”北野死了。警局里，沙河看到了北野的尸体，他变得精神恍惚，悲伤到无法哭出来。此刻的他只想找到北野准备送给他的结婚戒指，他觉得那枚戒指可以证明两个人是真爱，只是他没有找到。最后抱着老师的衣服嚎啕大哭，电影不停地放着北野老师的一个个片段，可是再也见不到了。事后沙河找到了受伤的乃里子，他在事故中活了下来。沙河想向他要回北野买给他的戒指，乃里子告诉他说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枚戒指。沙河说自己不会恨乃里子，乃里子则一脸胜利地对沙河说自己会永远恨他，最后北野还是在我身边。沙河回家时感到非常痛苦，高跟鞋卡在了铁轨的夹缝里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他脱下鞋，沿着铁轨一边哭一边走，最后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铁轨的枕木上。远处渐渐驶来了电车，沙河抬头看天空，想起了北野说过的话，没有萤火虫就看星星吧。他举起了手，这时候飞来一只萤火虫停在他的手上。此时信号灯变红了，警告声响起，萤火虫往天上飞去。沙河才忽然意识到要好好的活下去，连着老师的那一份继续活下去。他从铁轨上爬起来，撑着上了站台。在他爬上站台的那一刻，列车从他身后开过，碾过了落在铁轨上的鞋子。影片的最后，一个小男孩拿出了北野老师当时藏在气象箱里的戒指，给小姑娘戴上，是一颗绿宝石戒指，它像极了萤火虫的微光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《昼颜》这部电影并没有直接的批判出轨这种行为是对是错，但是通过北野、乃里子和沙河三个人最后的命运，会让所有人对出轨这种行为有所惧怕。不道德的感情，即使是真爱，也会深深的伤害身边的人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。